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是软糯小兔的最后一节课，承接上一节课，我们还剩下耳朵的缝合以及背带裤的制作部分。那我们这一节课除了有教学部分以外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精华总结部分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守到最后一起学习哦。在我的影片里面是非常强调任何一个娃娃都要讲究它的比例，因为五官任何一个位置跑偏的话，它出来的感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为了大家不要走太多的弯路，我们一定要跟着视频去学习，找到正确的五官比例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耳朵的缝合位置。我们把兔子侧面对准自己，手部和脚部为中线，缝合在头部的4到5行之间。两个耳朵一定是缝合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。那我们以环形起针第1行作为基准，然后找到第4和第5行，用圆珠针进行固定，然后缝合即可。缝合的线头一定要隐藏好，要在4到5行之间出入针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眼睛摆放的位置，头顶往下数，眼睛摆放在第16到17行之间，以头顶为中线，两只眼睛间隔8针，用圆珠针标记眼睛的位置，方便我们粘合。在粘合的时候，要用手按压5到6秒。兔子的鼻子以及嘴巴是用 T 字的形式进行缝合的，找到眼睛之间对称的2针进行入针。鼻子以及眉毛的颜色，我们尽量要选择与主体反差比较大的颜色。眉毛只需要用1根线，在眼睛对上的第3行进行缝合。背带裤是有单肩以及双肩2种设计的，可以看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。背带裤选择用牛仔的喷染线，可以更加凸显层次感。首先我们起42个辫子针，
完成后，我们先量一下腰围的宽度是否足够。这里非常重要，大家要认真看一下。我们要回到第一针变指针的位置呢，进行引拔，形成一个圆圈过后，作为背带裤的第一行。第二行开始之前，我们要先钩一个起立针，在第一行每一个变指针上钩一个短针，一共42个短针。直到第8行针法都不会发生改变，都是在每一行上钩42个短针就可以了。进入到第9行过后，我们要开始钩裤衩的部分。第8行引拔过后，我们要先对折背带裤，找到对称的针目。裤衩两边所预留的针目数要一致。引拔后，我们做一个起立针，背带裤靠外侧的那一面作为第一针，然后我们呈8字形进行钩织，就完成了背带裤的裤衩部分。大家认真看一下8字形是如何走向的。完成最后一针过后，我们留长线，用缝合针来跟第一针进行对接。因为背带我是选择用双肩设计的款式，所以我一定要找到对中的两边进行入针，两边都是一样，起23个变指针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长度来做调整。线头可以稍微留长一点，待会我们用缝合针进行隐藏就可以了。纽扣是为了增添一点小设计，所以其实摆放的位置可以自己选择的。放在胸前的话呢，比较绅士，那我选择放在了背带裤部分，看起来比较休闲。最后的话呢，我们需要做一个画龙点睛的小处理，用白色的线给兔子的眼睛加上泪沟的部分，它可以彰显兔子的无辜感，看起来更可爱。软糯小兔是涉及了非常多的钩织技巧，所以我们多加练习的话，是一定会有进步的。成品是非常圆润可爱的，大家也可以搭配比较温馨的淡色系，紫色、淡黄色、蓝色、粉色都是比较保险的选择哦。
最后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，当两个兔子摆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大家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卡其色的兔子更大一些，这是由于两只兔子用了不同的针法以及不同的毛线。关于这个的话，后期会做一个详细的影片来讲解它们之间的区别。不管是什么娃娃都好，我们在缝合耳朵的时候，要对比正面以及它的侧面，找到正确的重点位置来进行缝合。泪钩并不是必须的，可以看个人的喜好。如果你觉得不是很好看的话，也可以不用加上去。以后会再做多一期影片来详细讲解一下，为什么在钩织的时候留下来的洞洞会特别的大。新手可以先从单色的卡其色系开始练习，有一定经验过后，可以再挑战一下双色的设计。如果还有看不懂的话呢，可以反复多看几次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大家也可以多去关注我们的社区 po 文，下一期的教学视频我会从点赞数最多的作品进行拍摄。那这一期视频我们先到这边吧，记得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